挨饿专家果然名不虚传，来到丛林就跟回家一样，吃着富含糖分、入口即化的番石榴，嚼着热乎乎还会爆浆的红尾狼蛛，烤着嘎嘣脆鸡肉味的炭烤小杰瑞，甚至还用陷阱逮到一条2斤半的鲶鱼，守着火堆吃着鱼肉，小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滋润。本期德爷来到了南美洲的危地马拉，挑战开始前，他特意拜访了当地的一位玛雅巫师，让对方举行传统仪式进行趋吉避险，随后搭乘节目组的快艇抵达目的地。依旧老规矩，不带食物，不带求生工具，当然头发这辈子也是不可能带的，只凭借自己的双手。在接下来的10天里，他不仅要生存下去，还要过上度假生活。简单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才发现坑比的节目组竟将自己投送到了河中心的沙洲上，旁边不仅有饿了么在虎视眈眈，地上还发现了美洲豹的脚印。待在原地无异于自寻死路，为了保全自己的小命，德爷必须赶紧离开这片沙洲，前往对岸的森林。虽然很担心过河的时候会沦为鳄鱼的下午茶，但现在木已成舟，德爷只能壮着胆子下水。经过几分钟的火逃，有惊无险抵达对岸。来到丛林的德爷感觉就跟回家了一样，一个没忍住就发出给的怪笑。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寻找靠近水源的扎营地，没有缺德地图，也没有指南针，要想在这零上30度的热带雨林生活下去，德爷计划登高望远找个好位置。他沿着陡峭潮湿的地面艰苦跋涉了2个多小时，终于看到了山顶的曙光。爬上去发现有座优美的泻湖，如此心旷神怡的优美景色，把头发短见识也短的德爷看得连连惊呼，当即便要在此安营扎寨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有这个想法的还不止他一个人。湖中心早已被一条大壁虎霸占，这让德爷感到十分不安。不过换个角度来想，既然这里能有鳄鱼，那说明这里的渔业资源肯定非常丰富。于是他开始朝着泻湖前进，途中还偶遇一条人工小溪，用不着过滤和煮沸，直接趴下蹲，才能保证杆菌又卫生。勉强混了个半饱后，接着在湖岸选块风水宝地，德爷开始了庇护所的搭建。考虑到这里的天气变化莫测，所以德爷计划搭一个斜坡屋顶，从附近收集来一些藤蔓当绳索，没费多少功夫就搭建好了庇护所的框架。接着又收集来一些棕榈叶，铺在上面充当庇护所的屋顶。德爷本以为很快就能完成，可一直忙活到天黑，也才完成了屋顶的2/3。现在想要生活显然已经来不及了。想到晚上要面对吃人的蚊子，德爷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。更糟糕的是，天空此时突然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看样子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了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有了昨晚的教训，德爷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生火用的材料放在太阳底下晾晒，然后再去完成屋顶最后的铺设工作。等做完这些，他终于有时间生火了，用藤蔓快速加工了一张工钻。拜火德又干起了老本行，可不知是不是木头太潮湿，摩擦了好几个小时也没见着火星。这时天空又下起了小雨，看来今天想要生火是不可能了。无奈之下，只得将工具带回营地，避免被雨淋湿，自己则躲进窝棚里思念起远方的贝奶奶。转眼时间来到第3天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德爷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。此时他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，没办法，德爷只能暂时放弃生活，转而开始寻找食物。发现地上掉落着不少番石榴，他捡起一颗熟烂的放进嘴里，一口下去软糯香甜，入口即化，好吃的让德爷一时间说不出人话。里面富含的糖分正是他现在所迫切的，打包一点带在身上，继续往前探索。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红色身影，仔细观察发现是只墨西哥红尾狼蛛，这在当地可是道不可多得的美味。德爷自然不会放过这次获取蛋白质的机会，哭呲几棍子便送其归西。而有了食物，德爷也是干劲十足，返回营地就开始了生火大业。木头经过1上午的暴晒已经非常干燥，没一会儿德爷就钻出了火星，随后转移到火绒上轻轻一吹，3下5除2便升起了熊熊烈焰，真是太歪理不得了。一个没忍住就发出高兴的给，接着把狼蛛放在火上炭烤，12分熟后掰下一条大腿肉送进嘴里哼唧，好家伙，嘎嘣脆鸡肉味，蛋白质的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，而那饱满的腹部吃起来不仅热乎乎的，而且还会爆浆。然而这只狼蛛的分量仅只能算是晒牙缝，为了补充到足够的蛋白质，德爷打起了湖里鲶鱼的主意，但前提是要有搜能去湖中央的法子。于是德爷来到丛林里寻找材料，半路发现地面上有一个小洞口，话不多说，赶紧安排上一个绳套陷阱，然后继续寻找材料建造法子。这种悬空的枯木由于没有接触到地面，相对来说比较干燥，浮力也会比较大。他找来10几根拖到湖边。